各位朋友，这台真的是太夸张了 ，Eufy 居然把洗地机器人直接杀到2万出啊，有点扯。不过究竟在规格上有哪些细节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洗地机器人的话，我用2句话告诉你：这是传统双圆盘扫拖机器人，当脏东西超过2片拖布负荷的时候，拖过去才能把脏污均匀抹开。而这是 Eufy 的洗地机器人，拖过去整条干干净净，整片脏污也轻轻松松。这个最新的拖地技术就叫做洗地机器人。不过这台最扯的地方就是 Eufy 台湾真的拼了，完全没在跟你啰嗦，直接把开价定在20990。这个开价你随便叠个平台优惠券、信用卡优惠，不管是 M 加 P 加，都非常轻易就可以压在2万内。Eufy 真的拼了，所以我也不废话，依照惯例来帮大家整理 Eufy 这2台新机的主要看点。Eufy 其实不是新品牌，它是 Anker Innovation 旗下的机器人品牌，在英国、澳洲都来到市占第一，而现在台湾也是非常积极。这次 Eufy 总共带来了2台新的洗地机器人，一台是前面介绍过的20990的 Eufy 125，而128呢，非常简单。Eufy 最近很喜欢做多合一的机器人，那这台既然是洗地机器人，他们还想到可以结合织物清洗，你只要把上面这个模组拿下来，直接变身织物清洗机。重点，这台的出水是电动出水的，所以不用手动按出水，按到很痛。那这个我们就稍后详细介绍。所以说回来，简单一句话 ，Eufy 125和128在机器人本体上是完全相同的。128就是多了织物清洗机的功能，这样比较单纯。那这2台的价差大约3000块，125是20990，而128是23990。所以我的良心建议是，你只要去思考家里有没有地毯、沙发，这些会用到织物清洗机的家具，再选 Eufy 128，这次不一定要直上。好，我们先看回机器人本体。首先，在吸尘模组上 ，Eufy 125、128完全没在客气，居然直接塞了2万帕，官方叫做涡轮吸力的风机，来到旗舰级表现。拖地上 ，Eufy 125、128采用的是我们先前在自家旗舰 Eufy S1 介绍过的 HydroJet 横径活水洗地系统。那这次新机官方有做了细节上的改良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 ，Eufy 125、128，当你翻过来的时候，机器人就会自动把滚筒模组推出来，然后在侧边这里，你可以找到红色的卡扣，按一下，整只滚筒就能抽出来了，非常容易。拿下来之后就能看到 Eufy 125、128这套洗地系统总共有32个细小的出水孔，搭配上 Eufy 招牌的29公分超长滚筒，所以在洗地的时候，系统就会均匀的把干净的水注入到滚筒上，让滚筒一直有干净的水进来，用干净的水洗地，也就是所谓的活水洗地。接着我们按一下这里，污水模组就会自动弹出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你看内侧这里 ，Eufy 的污水回收盒上面会有一整条的刮条。所以随着滚筒每分钟180次的高速旋转，这个刮条就会直接把滚筒上面的脏污不断的刮洗下来。这也是为什么洗地机器人可以把整片海油拖到干净的最大秘密，因为它在拖地的同时，也在把滚筒本身给洗干净。那 Eufy 跟其他家洗地机器人目前设计上最大的差异是 ，Eufy 的设计概念不是出去一次就直接扫个30分钟、1个小时再回家，所以他们直接在机身内塞了超大的污水处理模组，去做到长时间运作。那最后滚筒上刮洗下来的脏东西、脏水都会被回收到污水箱里面。当机器人回家的时候，就会自动把脏水排空，所以平常你完全不用管它，因为脏水都会被回收到污水箱里面，只要定期冲下污水模组就好。对了，还是要提醒，地狱测试只是要跟大家展示洗地模组的特性，千万不要模仿，也千万不要拿去拖固体脏污，像是打翻的食物，千万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Eufy 125、128也加上了污渍清洁辨识的功能。当机器人发现地板有某个区域特别脏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在这个区域精细拖地，尽可能完全拖干净。而在壁障上 ，Eufy 125、128毕竟是高阶定位，所以就没有采用旗舰 S1 那套成本更高的嵌入式方案，而是采用传统但更成熟的凸起式 LDS， 搭配上 RGB 视讯镜头，也有 LED 补光灯，所以外出没开灯的话，补光灯就会自动打开，持续做到视觉辨识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 Eufy 开发了一套叫做 Dual Spiral 的主刷防缠绕设计。从结构上来看 ，Eufy 采用的是左右2只组成的滚刷设计。主要改良的地方是，他们在2只滚刷中间加上了伸缩连接杆，所以当机器人在打扫的时候，2个滚刷会自动密合，避免中间缝隙缺漏。那因为滚刷的螺旋设计会让头发慢慢的往中间靠拢嘛，所以当机器人回家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断开2个滚刷的连接，头发就可以从中间的缝隙被吸进去。
非常巧妙。等一下我们来详测。而在贴边上 ，UFI 125、128也加上了伸缩边刷模组。当机器人靠近90度墙角的时候，就会伸出手臂做到贴边清扫。滚筒上没有特别的贴边机构，但其实 UFI 这组滚筒本身就算贴边了，所以是还 OK。对了，这组滚筒也支援了 10.5mm 的抬升，遇到地毯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自动抬升，避免弄脏。接着我们看到 UFI 125和128的家，两台都拥有包括自动集成、自动帮机器人的水箱补水、自动排空污水箱。不过这次没有热水，所以就是常温洗脱布。但是两台都有自动添加清洁液的设计，所以可以抵消处理油污的效果。125盒装内就有一组官方清洁液模组，只要撕开封口，整个插上去就可以。那依照坪数的不同，通常可以用好几个月到半年以上，没了再换就好。那128这边设计不同，在盒装内会送一瓶官方地板清洁液。我们把织物清洗机拿起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添加清洁液的位置，倒进去就 OK 了。之后机器人就会自动把清洁液混入水中。那在洗干净之后 ，UFI 125、128会自动用最高50度的热风烘干滚筒和底盘。好，看完所有重点当然不够，在帮你的频道到底有多强，实测才是最准。我们也就不废话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把再次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，测试全程录影，结果摆在眼前，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。对了，不管你是要买、想买，还是已经买扫地机器人，现在就加入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，目前已经有超过32000位版友加入。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，或是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喽。我们还是先从基础上能看起 ，UFI 125和128本体设计相同，采用自家招牌的圆角方形设计，并且大量采用透黑元素。UFI 家的机器人科技感一直都非常足，毕竟是 Anchor Innovation 旗下的品牌啊，还是非常懂科技玩家喜欢什么设计。不过透黑还是比较容易留下使用痕迹就是了。而在定位方案上 ，UFI 125、128因为是高阶定位，所以采用的就是常规的 LDS， 可以快速做到整个空间的侦测，几秒内就可以透过这一整圈雷射做到完整空间绘制。不过整机的高度也就到了11.1公分。而在臂章上，我们直接上再次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 UFI 125、128主要就是依靠 LDS 以及 UFI 招牌的 AIC 视觉辨识模组，这套演算法已经可以辨识200多种物体，在 App 上也会直接标示障碍物的位置。硬体上除了有一组 RGB 镜头外，也搭配上了 LED 补光灯，在低光下会自动开启，持续做到视觉辨识。对了 ，UFI 目前的兼职就是镜头不开放视讯功能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被偷看的可能。然后 UFI 125和128也都有通过德国莱茵的隐私认证，128则有深度清洁认证，可达 99% 的清除率。此外 ，UFI 125、128提供了3档的水量调节，那守则还是一样哦，水量不是越高越好，请从最低档测试，不够再慢慢往上加，这样就不太会有水痕。在我们的实测中 ，UFI 这次的出水量设定偏高，所以最低档对一般瓷砖家庭来说就很够用了。而如果是宠物或是有小孩的家庭，灰尘污渍多，那才建议开更湿。另外，记得打开污渍清洁以及自动添加清洁液2个选项。如果不喜欢用清洁液，也不一定要开啦，因为滚筒本身就很干净了，没加也 OK。App 上语音助理可以串 Google、Siri 和 Alexa。对了，如果你要串智慧家居的朋友 ，UFI 可玩性也不错，除了 Google Home、Alexa， 甚至还有三星 SmartThings。最重要的是有 Matter 协议，爱怎么串就怎么串。最后我们看回基站，平常只要把干净的水装进清水箱。那我最喜欢 UFI 的设计就是这个藏在水箱下面均匀发光的白色环形 LED 灯。那有错误它会亮起红灯，非常直觉，连我阿嬷都会用。她现在就在用之前开过的 UFI S1， 没在开玩笑。而机器人产生的所有脏水都会被回收到后面的污水箱，扫完赶快倒掉就好。底盘也是整个可以拿出来的设计，水龙头冲一下就干净，好用快速。好，重点讲完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实测环节。那因为2台基本上主机都是相同的，我们这集就会以测试128为主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，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，分别是饼干碎屑、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，总计30克的测试物，分别代表小脏物、重型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，可以观察机器人是否可以扫起来、吸起来。然后圆形就是喷飞大魔王，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走。好，开始测试。
可以看到 UFI 128采用的是传统的3爪边刷，在弹飞控制上是比较可控的，大多在后续经过的时候都有回收回来。测试完成，我们来最后称重。UFI 128原本是30克，实测回收达到29.4克，回收比例达到 98%， 表现不错，来到前段班的表现。第2关角落清洁测试 ，UFI 128换上了全新的伸缩边刷模组，表现应该会不错。我们同样控制了10颗的饼干碎屑，平均铺在墙角测试。可以看到 UFI 128在经过墙角的时候，系统会透过最贴墙角的方式入角，然后稍微停留一下，透过伸缩边刷尽可能把所有脏污带出来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 9.07 克，回收比例达到 90.7%， 对比一般原型方案大约60%，伸缩边刷大约80%到85%的回收率。这次 UFI 128拿下 90.7% 的回收率，表现比常规伸缩方案来得更好。第3关，我们来测清扫时间。这次我们把不同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，更加一目了然。补充说明，在这个空间面积当中，大多数高阶扫雷机器人大约花费5分钟左右完成清扫，而经过我们实测 ，UFI 128无论是开灯还是关灯，都可以在4分钟左右完成清扫。反正 LDS 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清扫时间。第4关，头发缠绕测试。开始测试，我们直接实测7到80公分的长发组，把地板整个铺满。测试开始。经过我们测试，70公分组128这个全新的防缠绕设计完全没问题，只要持续运作，毛发就会被慢慢集中到滚刷的中间，最终被完全解决。打扫结束时几乎没有毛发残留。不过变刷是传统方案，就还是有几根头发。不过要注意，因为毛发从旁边到中间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如果刚打扫完看到还有头发，其实不用管它，下一次打扫的时候就会被解决掉了。第5关，障碍物测试。接下来直接开测，在开灯之下可以看到 UFI 这套 AIC 演算法表现的确是很不错的，包括传输线、延长线、宠物便便都完全没有碰到，成功避开。最酷的是圆形柱状物，好几次都感觉它要撞上去了，但 UFI 128都有成功停止和绕边。而玩偶都跟主流解法一样，不会刻意避开，而是会贴着甚至推开清扫。所以从测试上就能看到 AIC 会去区分哪些能碰，哪些完全不能碰，像充电线、延长线、便便都闪得远远，而玩偶就没差。不过我们有发现 UFI 128在碰墙角的时候会稍微比较用力，但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第6关，接着我们关灯再测一次。喜欢看红暗巷画面的朋友，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UFI 128的感测模组表现如何。可以看到，当环境变暗，128的头灯就自动亮起来了。在关灯的情况下，表现基本跟开灯完全一致，都有成功避开。柱状物和玩偶的接法也都相同，所以 AIC 在关灯下也是能正常运作的。不过还是要提醒，不管是宠物便便、充电线的辨识功能都是保险，在打扫前最好都还是检查一下，地板也一定要收一收，卫生纸线稍微收一下是最好的。目前我测过几十台机器人，避障功能都是降低卡住的几率，不要完全不收就扫啊。第7关，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。先前一般机器人都是测风干酱油渍，但这种强度对洗地机器人来说不够看，所以我们把蚝油弄满地板 ，UFI 128出动来把餐具收拾干净。一句话，2025在意拖地，真的看洗地机器人就对了。第8关，噪音测试。我们说过，只管吸力不管噪音的设计，就是在耍流氓。这边直接上表格 ，UFI 128总共有3档。在静音下可以达到57分贝，开到最强档则是会达到68分贝，2万帕不是盖的。设定上，我个人会建议一般家庭静音结束就够用了，然后记得开启 Boost IQ。毛小孩有小孩的家庭，这建议选第2档，不够再开满，真的不必永远开高，因为真的很伤电池啊。第9关，续航。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
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，可以完成22次的清扫。这个续航对应大频数来说没问题，更大频数机器人也有断点续扫的功能，回家充到够用再继续扫完。第10关充电测试 ，UFI 128从15%开始充电，大约耗时2小时8分钟完全充满，充电速度 OK。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，我们就直接魔王关，我们把整个滚筒泡进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中，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滚筒 ，after 脏掉的滚筒。接着我们让 UFI 128清洗，结果出炉，干净度没问题。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，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满半码的狗毛，开始集成。来看结果，128的集成效果也没问题，不过这台的集成声音略微偏大，但大约30秒就能完成集成。第13关地毯测试，你看，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，屁股的模组就会自动抬高10.5 mm。而如果家里是长毛地毯的朋友，因为这台是洗地机器人，整个设计会比较低趴，长毛就建议选择规避地毯。随后第14关越障测试，官方标示越障高度为21 mm， 直接上实测。128 1公分的坎 OK， 2公分的坎也可以没问题。门槛比较高的朋友，我会建议买机器人专用坡道会更好用。最后的最后一关，我们来实测卡机器人大魔王，也就是 IKEA 躺椅。这边直接看实测画面，没有卡住，过关。好，15项测试结束。最后我们来讲讲128最大的重点，就是我手上这台织物清洗机。简单来说，这边有一个提把，你轻轻往上拿，它就会变成分离式织物清洗机，跟机器人共用清水和污水箱。那比如说我们工作室有狗狗，然后又是这种布面沙发，那一定需要定期用织物清洗机打扫一下。盒装里面会随附一瓶织物专用清洗液，你可以按住按钮，刷头就会电动喷水，不用一直按，这个好用。然后加点清洁液，搭配吸水口下面这个刷头刷一刷，使用上很简单。好，给你们看我刷完一个座位的成果。OMG， 水超脏啊！比较特别的是 ，UFI 128这个织物清洗机还有自清洁的功能，按住，你看它就会冲洗刷头内部，用完之后只要把污水箱倒掉即可。那这两台的抉择点超级容易，就是看用不用得到织物清洁的功能。最后来聊聊选购建议部分，我觉得只有一句话 ，UFI 125、128就是价格破坏者的定位。那我顺便先拉出先前推出的 S1 进来。S1 最大的差异点其实就是采用内嵌式模组，所以可以做到 9.6 公分的超薄机身。如果家里有沙发、柜子的高度限制，那这会是 S1 最大的优势。除此之外，125就是 CP 值达到最满的机种。只要你在意拖地的朋友，目前台湾市场在2万价位带上，没有任何对手，其实非常好选。最后的最后 ，UFI 125和128的尺寸，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，打出来在这里。我都要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，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好。另外，要记得预留机器人超出基座的部分，通常建议机器人前端超出柜子会更容易定位。这边补充说明，这次125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水箱只要稍微往上拿一点点，就可以把水箱从侧边抽出来，所以就不用预留超高的水箱高度了。好，节目也来到了尾声，今天又是一则超完整机器人评测。希望你看得开心。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，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也记得加入邦尼的扫地机器人社团，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，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